影进我口，档次全都有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星。今天要给大家介绍的影片是人类历史博物馆。故事一开始，一对夫妻正在博物馆里参观着，看着博物馆里赤裸裸的原始人，丈夫觉得有些不文明，他感叹为什么原始人们生活得如此痛苦，并嘚瑟地告诉老婆，你看看，就这原始人钻木取火的技能，其实我也可以掌握。老婆听完噗嗤一声笑了出来，连家务都不会做的人还会取火吗？为了缓解尴尬，老公便提出，要不我们一起拍个合照吧。随着相机咔嚓声的响起，画面来到几万年后，夫妻两人此时也变成了博物馆的展品。与此同时，两个外形怪异的人走了进来，原来他们就是未来人类。他们仔仔细细从上到下的打量了夫妻两人一番，其中光头男对丈夫手上的手机产生了兴趣，接着帽子男给他科普到，这是一种娱乐工具，以前那个时代的人们每天都要看它好几个小时。帽子男听完后不禁啧舌道，他们怎么可以这么无聊，每天盯着一个小方块就能看好多个小时。接着两人又探讨到性别的问题，帽子男似乎比较博学，他告诉光头男，在之前那个时代，人们要繁殖的话就必须要通过男性和女性的结合，这样才能产生下一代。比较下来，我们这个时代可真是方便了许多，有性繁殖已经被取缔，所有的人们都是无性繁殖，想生就生，不需要考虑其他外在因素。然而就在这时，画面再次定格，一转眼又来到了下一个时代。刚才在探讨的光头男和帽子男也变成了展品，而这个时代的人类已经进化到只剩下了大脑。当两个脑子看到光头男和帽子男的时候，不由得发出了感叹，为什么那个时候的人需要躯体？最奇怪的是，他们还要彼此猜测和感知对方的思想，像现在的话，通过脑电波就可以完成这一切。想到这里，两个脑子不禁放声大笑起来，笑着笑着，他们也变成了博物馆的展品。而此时来参观的人类已经完全看不出人形，他们已经进化成了一颗又一颗的粒子。这样的话，就可以保证每个人的思想都高度统一，大家同进退，共存亡，人类变成一个统一的整体。看到博物馆里的大脑后，他们也不由得发出了嘲笑声。这时，一盘食物出现在他们面前，粒子们蜂拥而上，一起分解了这盘食物。本片到这里就结束了。该短片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，但却以博物馆展品与参观者为载体，以参观时间线为纽带，完整的展现了整个人类的变化与发展，从原始人到人类，从人类再到新人类，由繁到简。但谁又能知道数年之后粒子又会不会变回原始人呢？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阿星谈电影，下期节目同样精彩，小伙伴们记得关注观看哦。